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来，美陆军一直比较重视地面部队的远程机动能力。然而，随着装甲车辆战斗权重不断增加，导致其地面部队的远程机动能力明显受限。以 M1A2 主战坦克为例，战斗权重超过70吨，即便是C-17这样的大型运输机，一次也仅能运送1辆。在这种情况下，美陆军转而发展轻型化装甲部队，由大批轮式装甲车辆武装起来的斯特赖克旅一度成为美国陆军的宠儿。而美陆军很快又发现，薄皮大馅儿的轮式装甲车辆在新型反坦克武器和敌方主战坦克面前几乎毫无抵抗力。于是，美陆军在几年前就提出一项机动防护火力计划，要研制一款能够跟随中轻型部队远程机动的轻型坦克。按照美陆军的要求，新的轻型坦克必须满足一个要求：重量不超过40吨，保证一架 C-17一次可运送2辆。此次中标的为通用动力的鹰式2，最终量产型代号 MPF， 战斗权重为34.5吨。在火力方面，鹰式2装备有一门105毫米线膛炮，配用弹种包括长杆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货甲弹、榴弹和白磷烟雾弹等，号称可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 T-72坦克的主装甲。火控系统，通用动力公司则直接从 M1A2 SEP3 主战坦克移植上来。不过，外界一直以来对鹰式2都是不太看好，甚至认为在技术上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缺陷。事实上，鹰式2并非全新设计，比如它的底盘用的是通用动力为英国设计的阿贾克斯步兵战车的底盘，也就是说，鹰式2并不是传统的坦克布局，而是像步兵战车一样采用动力前置布局，容易导致车体头重尾轻，不能在车首部位安装大厚度的复合装甲。一旦前部装甲被击穿，动力系统就会受损趴窝。因此，鹰式2与传统意义上的轻型坦克是有较大区别的。严格来讲，是一款履带式坦克歼击车。不仅如此，阿贾克斯还有耳龙战车之称，这是由于其底盘的悬挂履带设计问题，车体震动噪音严重超标，令300多名英军士兵产生了听力障碍。从公开的消息可以看到，鹰式2只是改进了履带，没有重新设计悬挂，未来很难说还会不会出现问题。此外，作为一款新的轻型坦克，鹰式2居然没有自动装弹机，也是让人匪夷所思。虽然自动装弹机不是轻型坦克的硬性标准，却是高强度作战的基础。显然，鹰式2是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需求的。有分析指出，美陆军之所以在 MPF 项目上甘愿接收一款有缺陷的战车，主要源于俄乌冲突让他们产生了紧迫感。随着北约的不断东扩，美军在战场上直面俄军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基于小打突袭靠轻坦，大打会战靠重坦的现实，美国发现自己在轻型坦克方面存在空白，已经没有时间纠结好坏，需要尽快解决有无的问题。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日前，利西昌斯克的争夺战成为俄乌冲突的焦点。请教一下石先生，对于双方的较量，您有怎样的观察？俄军仅花了1周时间就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可谓神速啊！因为呢，对比之前俄军进行的攻城战，完全控制马里乌尔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呢是花了将近1个月时间，控制了利西昌斯克仅仅1周。首先啊，就是俄军总结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对了战法，注重了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然后呢，地面上以小分队的进行灵活的出击。那第二呢，就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老兵的损失非常大，新补充过来的这些补充兵啊，不管是战斗素质还是抵抗意志，都远远的无法和老兵的相比。这样在俄军猛烈的火力以及灵活的地面小分队的出击面前啊，就不知道呢怎么去进行抵抗了，而且呢兵无斗志啊，一打就崩。那接下来呢，俄军将会呢攻击顿涅茨克境内的乌军了。如果说都根据了利西昌斯克一样的这种情况，那顿涅茨克的乌军也很难抵抗太长的时间。